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费来宾的婚礼，这也是一场没有誓言、没有致辞的婚礼，但它一定是我参加过最独特也最快乐的一场婚礼。这一切还要从1个月前的中东之行说起。今年6月，在小开朋友的邀请下，我们飞越了大半个地球，去约旦参加他们的伊斯兰婚礼。当飞机飞过西奈半岛时，透过窗户能看到黄沙漫漫，苏伊士运河像一条引线蜿蜒在沙漠里，死海也在阳光下闪着淡淡的蓝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真的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们在傍晚时分降落在安曼机场时，我发现这里比我想象中要现代和富裕很多。整个机场非常干净，秩序井然，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我们花了大概不到10分钟就过了海关，就给他看了一下护照和约旦通 Jordan Pass， 然后就过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行李大厅。哇，这接我们的车好高啊！接我们的朋友开着一辆改装过的美式皮卡，非常拉风。我们就这样伴着夕阳驶入安曼市区。车上响起了阿拉伯音乐，古典和弦乐在傍晚的暖风中飘散开来。我们一路看着街头灯火，偶尔闪过的清真寺和店铺门口排队的人群。我心想，这一趟旅行应该会很不一样。The next day， 第二天早晨，我们住的酒店附送了一份很有约旦风味的早餐，皮塔饼、茄子酱还有白煮蛋。中东人酷爱饮茶，我也有样学样，给小开做了一份当地的茶饮。这是我们在闹市中的一个酒店，非常的安静。约旦的婚礼通常都会在傍晚时分开始，伴着依旧刺眼的骄阳，我们出发前往朋友家。我们准备去参加婚礼了。我们现在在这儿等 Uber。If you don't mind, say hi 。到了朋友家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整栋楼都是他们家的，不同的亲戚住在不同的楼层。Hey, how you doing, man? Nice car. This is the most handsom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在楼下已经听到了楼上传来的鼓声和笑声。Okay, let's get out quickly. 我们先去了新娘的家，见到了新娘的父母。他们告诉我们，新郎会先和家人朋友一起从男方家集合，带着鼓乐队去新娘家接亲。这跟我们中国的接亲文化其实还蛮像的。So we are going upstairs? Yeah. Okay. To my son's house, the family of the groom, they have to come to the family of the bride. Oh, same story. Same in China, yeah. So you are the family, the groom family. I see. Hey, congratulations, man. 在新郎家，首先进门的是几位穿着白色长袍和格子头巾的阿拉伯乐手，他们抱着手鼓和风笛，准备开始 Zaf， 也就是迎亲的鼓乐仪式。在约旦，迎亲不仅是一个仪式，更像是把整个家的喜悦分享给所有人。新郎需要和新娘的家人一起跳舞，跳得越开心越有诚意，也越能表达对女方和家人的尊重。我们的这位新郎朋友虽然是美国人，但听说在婚礼前已经经历了一场闪电式婚礼舞蹈集训，专门学习如何在 Zaf 时跳他们传统的 Dabgeh 舞蹈。至于我们几个从美国来的朋友嘛，只能一脸懵逼，躲在小角落里，然后非常不和谐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尝试跟上他们的节奏。新郎家的舞蹈刚刚结束，大家拍着手，跟着鼓点和节奏，一路欢呼着走进了新娘的家里。乐队进了屋里，鼓声和风笛声在小小的客厅里回荡着。这是这对新人今天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在众人的欢呼和簇拥下，牵手走出家门。
都在等着新郎新娘出来。在家门口又开始了今天的第3段舞蹈，大家围成一圈，拍手喊叫，笑着，鼓声震耳欲聋。我感觉新郎新娘已经有点累了，但还是笑着跳完了这段舞蹈。他们的行程其实才刚刚开始而已。一曲作罢，新郎新娘被亲友簇拥着送上了婚车。车队从安曼市区出发，缓缓驶向位于郊外的婚礼场地。一路上，车队打着双闪，放着阿拉伯音乐，时不时地按喇叭庆祝，仿佛在告诉整个城市：我们家今天在结婚。车窗外，烈日下的安曼在耳边掠过，暑气一点点散尽。晚上的婚礼派对也要正式开始。这是一个户外的婚礼，但现在气温已经非常凉爽。大概在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宴会现场。会场中央是一条长长的婚礼步道，两侧摆满了绿植和鲜花。这条步道一直延伸到主舞台，这里不是用来举行仪式的，而是留给大家跳舞用的。我特别喜欢场地四周设置的那些小的 booth， 有提供果汁的，有供来宾拍照留念的，有摆满巧克力和小甜点的。现场还有现烤现切的 chicken shawarma， 肉香四溢，边走边吃都觉得满足。虽然这里的婚礼布置得非常有西式派对的感觉，但遵循当地的伊斯兰习俗，整个场地都没有酒，但这完全不影响大家的心情，纯粹靠音乐、跳舞、笑声和朋友的陪伴，就能把婚礼气氛推到高潮，真的是纯嗨。Wow, beautiful. Thank you very much. 大概在晚上9点，婚礼才正式开始。一开始氛围和我们熟悉的西式婚礼很像，新郎新娘在大家的注视下缓缓走上舞台，跳起了他们的第一支舞。但没有想到，第一支舞结束后，画风立刻转变了。DJ 一下把音乐节奏拉到最大，鼓声响起，阿拉伯风格的电子音乐和节拍充满了整个场地。所有人都走上舞台，跟着节奏扭动起来，现场立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户外派对。大家就这样一直跳，一直笑，一直拍手，从9点跳到了11点。歌曲的间隙，来宾们会去 booth 拿点鸡肉卷，喝点果汁休息一下，但很快又会被音乐吸引回舞池。当我们以为婚礼可能要渐渐进入尾声的时候，没想到音乐和鼓声又一次响起。新郎新娘再一次被朋友们拉上舞台，第二波高潮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开始了。又是一次集体的狂欢，没有人想离开，大家都笑着跳着，像是要把这份喜悦无限延长。我和小开2个早已经精疲力尽，这也许是我们参加最费来宾的婚礼了。我们坐在舞台边，看着大家在灯光下继续跳着，直到深夜。在来约旦之前，我一直以为中东的文化是保守、安静、克制的，但这场婚礼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原来在这里，人们也会用跳舞和音乐去表达他们的快乐和热情，会用这样的方式把家族和朋友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这一场婚礼没有任何父母或长辈上台讲话，没有致辞，甚至都没有誓言，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在用笑声和舞步，在用他们的方式去表达彼此的祝福。有时候不说话反而更真诚。不论宗教、文化、地域有多不同，人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能够来到这里，和他们一起笑，一起跳，一起在夏夜的鼓声里疲惫又满足，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你也能在屏幕前感受到这一晚从约旦传来的快乐。谢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请给我们点赞。
转发、订阅。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真实有温度的旅行故事。我们下支视频再见。